9720是这件青铜方壶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编号，代表的是1897年收入的第20件藏品。现在的说明是清代康熙年间的物件，不过当年美国报纸的报道是出自汉代，而且强调是博物馆那年代收藏最早的中国文物。方壶的捐赠人张英环经历很丰富，他是大清国第3任驻美国公使，唯一受邀参加自由女神揭幕的中国人，戊戌变法的真正幕后推手，被光绪皇帝单独召见，秉烛长谈。被判斩刑后，日本和英国公使深夜营救，让朝廷刀下留人，最后还是因为变法被慈禧记恨，先发配而后斩首在新疆，最终又是多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施压，得以给张平反。将方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的同时，张英环还给大都会当时的馆长迪切斯洛拉写了封短信：尊敬的迪切斯洛拉馆长，我非常高兴地将这件汉代的青铜器赠给博物馆，它来自2000多年前，我非常希望您能将它展示在博物馆里，作为我第2次访问贵国的纪念。张英环。堂堂的大清外交官怎么送出一件赝品？其间的出入引起了我的兴趣。张英环1837年出生在广东佛山，第一次科考不顺后，就开始学习外语，研读洋务。21岁时捐钱当上知县，因为财大心细，做事周到缜密，一路升迁至芜湖道台。他从地方到中央关键的一步，记载在当时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1884年6月10日写给同事的一封信中。昨天芜湖道台被召见，太后问他中国究竟应该做什么，他答称向外国学习。他的朋友认为他是个没有希望的人，竟敢在宫中说这样的话。1小时后下达一道谕旨，把他提升并调到总理衙门任职。进入总理衙门后，张英环以精通英语、熟悉外务，得到慈禧和光绪进一步赏识，授予3品衔。1885年被任命为公使，出使美国、秘鲁、西班牙3国大臣。1886年4月，张公使一抵达旧金山，就经历了一场外交风波。这年4月6日，张英环一行20多人从香港乘盖尔号轮船到达旧金山。此前，美国国务院通知财政部，清国公使要来，请海关免税放行，并给予照顾。不过，盖尔号提前2天到达，和电报告知的日期有出入。旧金山清国领事馆的官员到船上迎接张英环，美国海关官员哈格请张公使出示证件，张英环表示证件都提前寄往华盛顿了，手边只有一封给总统的国书可以作证。哈格要看国书，张公使认为这是皇帝给总统的东西，哪能随便就看？双方僵持之际，张公使放下狠话，如果不让上岸，就立刻回国。最终，在其他海关人员的协调下，张公使一行登岸入境。就此，美国媒体还做了报道。哈格向媒体解释，其他国家大使过海关时都出示护照，张不应该特殊。这场小插曲中体现出了中美2国文化和沟通的差异，值得回味。这就是目前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那张用满文和汉字写的国书。张英环是第3任驻美公使，美国媒体时常有对他的报道。纽约论坛报1887年1月一则报道称，张英环到任后很活跃，短期内赢得了圈里人的好感。50多岁的他看上去有军人作风，喜欢走路，经常带着他2个10多岁的侄子一起走。记者还注意到他光顾华盛顿的书店，购买韦氏词典。这是当时清政府在华盛顿的大使馆，是租下的斯图尔特城堡。城堡的主人斯图尔特是位淘金发家的律师，后来当过国会议员，所以在华盛顿置业建房。不当议员后，就将房子出租，当时的租金1万美元。据资料，张公使这人还比较注意维护房子，后任就不讲究了，因为用不惯煤气，在厨房搭了灶炉，搞得满屋油烟，房东后来直接告到法庭索赔。
张英环上任后，将公使职责定位在保护华人生机、维护华人权益、促进贸易和维护两国邦交和睦。1880年代的美国排华情绪很高，就在张英环到任前一年，怀俄明州石泉镇刚刚发生了一起暴力驱逐和屠杀华工的事件，造成了28名华工死亡，15人重伤，财产损失达14万美元。张英环在任期间，经过交涉，1887年美国国会批准一笔近15万美元的款项用于补偿，这也是中国首次对外索赔成功的案例。在补偿过程中，使馆发现有重复申报的情况，核实后将多余的480美元退还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还特地来函表示感谢。在搜集资料中，发现一封张英环手书给美国官员的信，内容是为一起华盛顿州华人被杀案寻找当地公正调查的请求，字迹工整，写满了整整6页。在促进交流上，当时的媒体称张英环是清朝第一位在华盛顿开 party 的公使。一次使馆举办聚餐会，来了上千人，每人看上去都是衣着得体的绅士淑女，可是不一会儿都挤到供应茶点的桌子旁，相互推拉，场面非常狼狈。报纸还说，这场面不久前在日本大使馆也发生过。张公使还是唯一一位收到邀请，于1886年10月28日参加了纽约自由女神落成典礼的中国人。张英环多才多艺，诗文自成一家，擅长作画，人称有冠世之才。他常常光顾博物馆。后来他被处死的消息传到美国，报纸记者采访了大都会博物馆的馆员，很多人记得这位身穿袍服的中国人，称他举止文雅，对各类文物有兴趣，还给博物馆指点一些东方文物的知识。1889年，张英环任期届满回到北京，开始还在总理衙门负责外交，曾一度是唯一一位懂得外语的大清重臣。后来他又主管户部，握有外事和财政2大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变通，在朝廷各派之间都吃得开。1897年，张英环代表中国赴伦敦，参加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年庆典。在伦敦，张英环应邀去了赫德的家，赫德夫人请张英环吃饭，饭后举办招待会，非常成功。晚上，张英环又拜访了赫德的同事。这位英国绅士这样记载：只有我们一家人和特使，没有别人。有人弹钢琴，有人拉小提琴，请他听了一点音乐。随后他玩了3局纸牌，抽烟，品了品掺苏打水的威士忌酒，毫不感到拘束。客人告辞前，我夫人为他唱了甜蜜的家。那支歌正适于怀念他的国家，也适于我们自己的家。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张英环对西方文化和国外生活方式的兴趣和接受程度。伦敦参加完典礼后，张英环又去了法国、德国、俄国、美国。也是在这次途经美国期间，他向大都会博物馆赠送了青铜方壶。张英环不但自己尝试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想办法让光绪皇帝有机会更多接触西方。1898年春，德国亨利亲王访问北京，张英环别出心裁，安排了一套新的接待会面方式。他让光绪皇帝在颐和园检阅了亨利亲王的随行卫队，安排亲王在花园中用西餐招待客人，而准备西餐的正是张家的厨师。这些新鲜的经历和见闻让年轻的光绪皇帝很感兴趣，经常召见张英环对谈。仅戊戌变法1898年的前4个月，就单独召见了13次。张英环也将同乡康有为通过皇帝老师翁同龢引荐给光绪。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喜欢强调他们是帝师推荐给光绪的，但其中关键的一环还是张英环。让光绪决定变法维新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张英环平日交谈的结果。张英环与光绪的密切接触，也让慈禧很恼火。戊戌变法失败后，
在抓捕D党名单中，张英环排在第一，并且已经决定尽快正法。在出斩的前一天，日本公使和正在北京访问的前首相伊藤博文，还有英国公使连夜写信给李鸿章。李鸿章则赶在第二天凌晨4、5点上朝前，将给慈禧的信交给了荣禄，总算刀下留人。张英环被发配新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一说是慈禧新仇旧恨，下令处死了远在新疆的张英环；另一说是主持朝政的端郡王载漪下令，当600里加急的圣旨到达新疆时，巡抚正陪张英环吃饭。这位新疆巡抚曾是张英环的门生，当看到处死自己的圣旨后，面不改色，谈笑自若。饭后，他为陪伴在身边的子侄画了2幅扇面，接着穿戴整齐走向刑场，时年64岁。此时离戊戌变法也近2年，他也是因变法获罪，官阶最高的大臣，有史学家称他是戊戌第7君子。张英环被杀后，英美等国极力要求为其昭雪，恢复名誉。美国媒体对张的遭遇也给予了报道。不久，美国公使柔克义召会李鸿章，评价张英环出使该国时尽力尽心，使2国邦交加厚，华盛顿人民为其被戮，均为吊唁，称其为美国心计之友，中国一力之臣，请求将张英环一切罪名开除。此后，英国公使也向清廷提出了同样要求。迫于各国压力，清政府1年以后宣布恢复张英环的名誉和官职。在流放新疆时，张英环曾写下诗句：“忧时被处永牵泪，去国为期社稷安。”看得出他一直惦念着2000里外的京都局势。1910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利逊来到新疆，除了采访一些被发配充军的官员，还特意寻访他的老朋友张英环的下落，并无限惆怅地拍下了这张照片。这里就是张英环受刑的地方。张英环的弟弟张英堂后来也出任驻美国公使，也是大清驻美国最后一位公使。张英衡后辈中的张永成是咏春拳创始人叶问的妻子。叶问1949年移居香港，张永成1950年带孩子回广东佛山办事，不想中英双方同时于1951年元旦宣布封锁香港边境，从此两夫妻再也没能见面。张英环有写日记的习惯，留下的3周日记是了解当时开明士大夫认识世界的重要参考文献。可惜达克我没有文言文功底，只能连蒙带猜，知道个大概。查张英环资料时，看到微信公众号旧引制的徐嘉林先生做了很多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如今每次去大都会博物馆，我都要在中国展区停一下，希望看见这件方壶，不过一直没有如愿。如果方壶是清代仿品，那么是张公使看走眼了吗？斯人已去，答案再也无从知道了。